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黄金总是被称为最安全的避风港。当股市暴跌、货币贬值、世界动荡的时候，黄金的价值反而越发的显眼。我们常听到一句话：黄金没有利息，但有信任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面，人们对黄金的信任从未减少，因为黄金代表的是人类最古老、最纯粹的价值共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来聊聊黄金投资的方式有哪些管道，各自有什么样子的风险，影响黄金的主要因素，还有黄金的未来走势跟观察重点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记得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。黄金已飙升至每盎司突破4000大关，以今年来看，涨幅约在30%到40%。跟其他资产相比，不论是美元指数、债券市场，就连很强势的股市创新高，可是仍然远远不及黄金40%的超狂涨幅。如果加上杠杆，比方00708L 的黄金正二已经翻倍了。为什么投资者那么喜欢投资黄金？原因主要有3个。第一就是抗通膨，当货币印得太多，物价上升，钱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，黄金还是能维持购买力，因为黄金不像货币可以无限被印制，它的稀缺性使它在通膨时期特别吃香。再来就是避险跟增值保值，地缘政治紧张、战争爆发、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，黄金都成为投资者避难的首选。再来就是资产配置平衡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，黄金那么漂亮，戴着也好看嘛，亮晶晶、黄澄澄的东西谁不喜欢？不管是送礼自用，应该没有人不爱的啦。那再说一下会影响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，首先是美元走势，黄金跟美元是成反向关系的，美元贬值的时候，黄金通常就会上涨。然后是利率，利率上升，投资人更愿意把钱放在债券，而非无息的黄金，所以在升息的时候对黄金不利，降息的时候黄金就会受惠了。那然后我们来讲讲黄金投资的方式，主要可以分为以下的几类。首先最传统的方式当然就是买实体的黄金，金条啊、金币啊、首饰啊，看得见摸得到，还可以拿来戴。缺点就是买卖价差大，而且还有不小心遗失的风险，被偷啊、被抢啊。第二种是黄金存折，由银行直接开立账户，优点是方便安全，缺点就是有管理费跟银行的价差。想要高杠杆的、比较进阶的投资朋友们，也有黄金期货或选择权可以做操作。最后一种是透过柜买中心买现货黄金跟黄金的 ETF， 实体黄金、现货黄金、黄金存折跟黄金 ETF。这几种比较类似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清楚。实体的黄金当然就是直接去买实体的黄金，这一点比较没有问题，买卖都是在银楼直接做买卖。黄金 ETF 它是类似像用期货的方式做操作，比方说刚刚提到的00708L 就是黄金正二，那不想要杠杆也可以选择00635U 这一类的 ETF。的好处它就是流动性高，买卖方便，没有实体保管的问题。缺点就是没有办法提领实体的黄金，而且跟现况容易造成一些小小的误差这样子。再来还是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像这一类的 ETF 它都是没有利息的，这些也都要请伙伴们稍微注意一下哦。再来是黄金存折跟现货黄金的差别，这两个都是可以兑换实体黄金出来的。黄金存折当然就是你在哪边开户就在哪边领，黄金现货比方说像 AU9901 跟 AU9902这两个可能伙伴们就会比较陌生了，这两个其实就是在柜买中心上面可以直接做交易的。而且有个好消息是，柜买中心在10月1号起正式将最小交易单位从1台2下修为1台钱，也就是说像 AU9901 10月9号的价格来看，14800块就可以买到1台钱的黄金，跟股票是一样的，一样有报价跟造势。那这个跟 ETF 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这个是可以领实体黄金出来的，跟黄金存折一样，差别是这个要向证券商申请提领，指定提领的时间就可以拿到实体的黄金了。可是要领取实体黄金条块，提领的单位原则是1台2或是其整数的倍数，就是1台2、2台2、3台2这样子。然后跟黄金存折一样，它是需要补交应补款跟手续费的，要换成实体黄金所需的款项跟转换的费用，这一点也要特别注意哦。最后再帮大家再整理一次，实体黄金就是直接去用买的，黄金存折跟 AU990 的黄金现货是可以拿出实体黄金的。那黄金现货
跟黄金 ETF 都是直接在我们的下盘软体，就是把它当成股票在买卖。然后黄金 ETF 是不可以拿到实体黄金的。这样子整理，相信伙伴们应该就容易理解了。投资黄金的风险，除了刚刚讲没有利息之外，黄金的价格在波动其实也是蛮迅速的哦。如果是持有实体黄金，也没有办法产生现金流，而且还有遗失的风险。如果资产配比过高，长时间累积下来，如果金价没有浮动的话，不见得是好事。再来就是实际上的资本利得跟手续费，还有买卖的价差，这些也都是要特别考虑的哦。那黄金的未来走势跟观察重点，其实可以多看一下全球的通膨，还有联准会的利率政策。再来就是地缘政治，比方说中东啊、美中对抗啊这一类的。最后总结一下，黄金不是一夜致富的投机品，它还是会有风险存在的。所以如果要用期货或者是杠杆的操作的话，伙伴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。然后如果没有实体黄金的需求，其实也可以直接考虑 ETF 来做操作，赚资本利得就可以了啦。或者是直接买现货黄金，也可以省掉保管跟遗失的风险。预祝伙伴们投资顺利咯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，也别忘了帮凯哥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哟。